喂，老大，罗宾啊，你到哪儿了？马上到你办公室门口。好，等你。好，来啊，罗宾，李会长等你半天了。你好。您好，您好。你们主任说你每天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哪里，让您久等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喂，你好。帮我接罗宾。罗宾现在正在忙，跟他说是季玉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接电话。他现在可能不太方便。杜飞案的处理不光推动了医药管理制度的改革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促进了我们司法理念和执法观念的转变。我们律协有很多年轻律师，你给他们做个讲座吧。不敢。其实这个案子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我们整个团队。我们这个团队呢很优秀，比如说有何塞、黛西这样的，真的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功劳。你就别再推了，给年轻律师办讲座，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，是你们这些成名律师的责任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他肯定去。他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可找你。好。年轻律师缺少的就是实战经验，你好好给他们传授传授。就以杜飞案为例吧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请，再见，再见。哟，对不起，你们先走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我是，你老爸还在生你的气呢。冯老大说了，过几天找个时间专门去看望你父亲，顺便解释一下。虽然我们对案子的意见相左，但这并不代表不尊重他。刚才那是咱们律协的会长吧？没错，你应该认识你父亲的学生。我当然认识，可是他见着我像没看见一样。可能下电梯没注意到吧？我都听见了。听见什么了？你要去讲课，杜飞案。啊，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去讲。什么叫如果我喜欢我去讲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喜欢的话，你去讲嘛。我是从来不喜欢给别人讲课，我也从来都不喜欢给别人讲课。不喜欢就不喜欢，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我们俩是超级无敌啊！我是超级，你是无敌，我们俩是搭档。可是现在呢？所有的功劳全是你的，所有的荣誉也都是你的。我猜你刚才连我的名都没提吧？何塞，你真的是个小心眼儿。你猜错了，我提了，我不光提了你，我还提了黛西。对，这就是你贬低我的方式。你不拿我跟你相提并论，你拿我跟你的助理相提并论。看看几点了？你迟到了。如果你准时到的话，你就会在场，你可以当面向领导汇报工作。可是你呢？利用上班的时间去买水果做的水。你别占了便宜又卖乖啊！我占什么便宜了？哎呀，你好无辜啊！你无辜的就像水果水一样。蓝红的告别信，他辞职了，去了一家上海的外资所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季玉，他可能要找你麻烦。怎么了？他找你了？什么事儿？他没跟我说什么事儿，但是你有什么话能不能直说？罗琦又不让他看孩子了，而且可能要终止他的探望权。为什么？因为季玉要当爹了吗？要我说，这次不是罗琦的错，是蓉蓉开的第一枪。蓉蓉？蓉蓉把罗琦给告了。
喂，说。陶月，嘉豪这孩子也是我儿子，我和你一样爱他。但是这件事他做错了，这孩子太任性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我不是说不给他钱。好，你先消消气儿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回家了，咱们见面再聊。好。妮娜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？第一，你一直在忙杜飞案，忙到飞起。你太夸张了。如果你想告诉我，发个微信都可以跟我说一声。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，不止我一个人。何塞也知道，为什么他就可以不告诉你呢？何塞不告诉我，当然可以理解。蓉蓉是他表妹，那我不告诉你，你应该也可以理解。蓉蓉的代理律师是兰兰，兰兰是兰红的亲妹妹。如果是我告诉你的话，你也会觉得我在挑事儿。妮娜，我们之间最基础的信任总该是有的。是的，我们以前是有这种基础的信任，但是自从兰红来了之后，只要我提跟她沾边的事儿，你就觉得我是故意针对兰红。你甚至还警告过我说让我不要挑拨你和兰红之间的关系。你用警告这个词也太夸张了。一点都不夸张，不光我这么觉得，大家都有这种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只要跟兰红沾边的事儿，没有人愿意掺和。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，你前女友辞职了？她的亲妹妹代理了你亲外甥女儿的后妈，告了你的亲姐。你能不能别绕来绕去，火上浇油啊？我火上浇油？你怎么不去怨那些点火的人呢 ？OK， 麻烦你现在帮我约一下季玉，我要请他吃饭。他要是不愿意来呢？你会有办法的。兰兰，我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我无意中我翻了一下你朋友圈，我怎么看不了你朋友圈了？是不是你把我给屏蔽了？我给你买了那个燃力的那个手工面包了，要不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？兰兰。我前一段时间呢，我的确是太忙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又复盘了一遍咱们俩上次吃饭的事情。的确啊，的确我们是，闹了一点小的情绪，闹了点小矛盾，但是都赖我，知道吗？都赖我。是因为我分神了，是吧？我不够专注，所以我得向你道歉啊！这件事情太不礼貌了，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好吗？我道歉的意思呢是这样的，我要以我实际的行动来改正我的错误，啊，我想呢，你能不能跟我呢再吃一次饭？我这次一定不分神啊，一定。你这出去，我这有事儿呢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蓉蓉告我姐的事儿？不是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你是我上级啊，我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呀？你之前还说我们是搭档，对，你是超级，我是无敌。对吧？我们是伙伴关系，但是在你心里边，你从来想的都是你自己是超级无敌，而我呢，只是跟在你屁股后边的一个透明小伙伴。所以咱俩之间啊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平起平坐啊，不存在什么荣辱与共，当然不存在。罗琦是我姐，蓉蓉是你表妹，你表妹告我姐律师是你介绍的，你连跟我说都不说一声。哎。当时我正在陪着你跑杜飞的案子，对不对？忙的是焦头烂额的，这事你知道啊？啊，我表妹来找我，我当时不在单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让兰兰，怎么着？你这是在找借口，不知道兰兰给你表妹出过什么主意。律师是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的，兰兰现在已经成为了我表妹的律师啊，那么她就有保密的义务，我尊重她这一点。所以说。从这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问过兰兰任何我表妹的事情，兰兰也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任何这件事情。虽说蓉蓉她是我表妹啊，但是既然她已经成为了兰兰的客户，那么我就不能再去找兰兰去打听任何蓉蓉委托给她的事情了。
你可能觉得荣荣是你的客户，你要维护你当事人的权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太年轻了。当有一天你到了我这个岁数，那我也不会成为你这样的人。我哪儿得罪你了吗？你没得罪我，但我看不惯你欺负人。我欺负谁了？我欺负你了吗？你一直都在欺负我。你找人告了我姐，我来问问你怎么回事，这就叫欺负你。你们俩真的是真爱，我信了。所以，祝你们喜结良缘，白头到老。嘿，罗宾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哈。那今天还回来吗？有事吗？有一些报销单需要您签个字。哦，儿子说吧。哦，对了，蓝红跟你说了吧？他说他走了，他把他那客户都给你了。好，走了。他儿子，他儿子？他儿子怎么了？不是一直在国外读书吗？说是在国外读书，其实啊，一直用他老爹给他上学的钱在干别的事情。真不争气。封印都快气疯了。那陶月知道吗？知道有什么用啊？知道这也是亲生儿子，用的也是亲爹亲妈的钱，总能告他是诈骗吧？也不能送公安局去。黛西去哪儿了？他在楼下咖啡馆办公呢。为什么去楼下咖啡馆办公？因为你不让他在律所里提供无偿法律咨询啊。你就为这点事儿，你就从上海飞回来啊？我都气疯了好吗？你看我这上我上的，你看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呢。哎，我那个屋子空着呢，带钥匙了没有呀？有，我还能过来找你。就知道。来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真的挺气人的。刚开始我还觉得他爸妈挺好的，一听说我们要结婚，就主动给我们买房子。后来我这一想，越想越不对劲儿啊。他们家主动给我买房子，他们家付首付，那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，那这房子以后就和我没关系，对吧？如果房本上是你男朋友的名字，你俩婚后一起还贷，那么还贷的部分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，就是你俩的夫妻共同财产。那为什么我爸妈和我说他父母出的首付，房本上没有我们家人的名字，那以后房子就是他的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如果说房本上是他父母的名字，而且是他父母付的首付，那么这套房子当然是人家父母的了。所以呀，我就和我男朋友说开了，我说你爸妈出一个首付，号称给我们买房子，但婚后我和你们家一起还房贷，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，相当于我帮你们家买房子，我等于扶贫呢我。哎，你个大傻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呀？你这么说多伤人呐！那我怎么说呀？啊，好听的话都被他们家给说了，说美薇呀，你作为我们家儿媳妇儿，我们不能让你受委屈，房子呢就我们来买，月供呢由我们帮忙供，你们的钱用于家庭开支。我这一想，他们还挺会算账哈。我能和他们儿子过一辈子就过一辈子，过不了一辈子，他们还落一房子，房子是不动产，我什么也落不着。我的钱用于家庭开支，他们的钱用在月供上。你这么想嘛？你最起码还落着爱情了呀。我呸！那我还结什么婚？光谈恋爱不就得了？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婚姻啊？婚姻制度本身是产权制度，他们家把钱花在不动产上，我的钱用在消费上，想什么呢？太鸡贼了吧他们！那你就一怒之下，你就从上海飞回北京了？我为什么去上海呀？我在哪不能创业呀？我千里迢迢去上海，我还不是为了他呀？我为我们的幸福而努力，他们家在背后给我弄算盘珠子，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。请您喝咖啡。我给你发工资，不是让你利用上班时间去给我买咖啡的。您不是经常喝他们家的咖啡的？那也用不着你去买，我自己有。
罗老师，那个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过来找我，找你咨询，那为什么不在律所咨询呢？我们有咨询室，有会客室，有客户接待室。因为您说律所禁止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。那你知道律所为什么要禁止免费的法律服务吗？因为场租费很贵。那你还这么做？所以我就换到咖啡馆去了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定一个原则，以后每1个月你只能对1个客户进行1次免费的法律服务，没商量。怎么了？你知道罗琦告了季玉吗？是蓉蓉先告的罗琦姐。你知道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好，那现在我希望你能够去说服罗琦还钱。撤诉。一点默契都没有。可是如果罗琦姐不还钱，那么蓉蓉就一定会告她，哪怕是输也要弄得鸡犬不宁。如果蓉蓉她折磨罗琦姐，那么罗琦姐就一定会惩罚季玉，不让她见孩子，剥夺她的探望权，以惩罚季玉的方式间接惩罚蓉蓉。所以你认为关键点就是还钱？没错。但是我觉得罗琦姐她100%不会还钱。如果说她以前还有还钱的可能性，但是现在她一定会认为说有什么大事儿啊，非要这样告来告去。行，你恶心我是吧？那我就恶心你老公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件事只能让季玉去做工作？季玉她要是会做工作，也不至于让局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。那你的建议呢？那就让他们打官司呗。他们既然喜欢打，那就让他们打呗。怎么了？这不是您一向的主张吗？怎么到了您家人身上？不，我一向的主张是能不打官司就不打。所以你现在去了解一下蓉蓉的成长历史，包括她的家庭背景，看看她有什么样的朋友，有谁对她有影响，包括她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有没有养过宠物。您是想要说服蓉蓉撤诉啊？总要有人先松口嘛。那为什么不是罗琦姐先松口呢？你刚才说了，罗琦告季玉，那是因为蓉蓉先告了罗琦。那也是因为季玉他在没有经过蓉蓉同意的情况之下，就给了罗琦姐一大笔钱，让她去买房子。你也说了，想让罗琦还这笔钱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在罗琦姐她不还钱的前提之下，还要让蓉蓉撤诉？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。那怎么可能嘛？除非蓉蓉出车祸死了。我发现你这嘴也够毒的。我跟您学的。那你能不能跟我学点好呢？学什么呢？出去，按我说的办。好的。罗宾，我给你打电话说你忙，现在蓉蓉要告罗琦，你站哪边啊？你这躲着我是心虚呢，还是没想好怎么面对我，怎么跟我说呀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，一辈子都是。所以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这案子啊，你别跟我说我不信。但就算我相信你是个大忙人，也就是说，你公司是个大公司，对吧？你有很多的律师啊，这你不可能知道每个律师都在忙什么，尤其是这种案子又是小案子。又或者啊，你有你的原则，对吧？别的律师在做什么啊，是什么进度你也不知道，也不好问，这我理解，我明白。但是你也考虑一下我的感受。
听听我心里在说什么。罗琦于我而言呢，她不是别人，她是我的前妻，是我孩子的母亲。我以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没让她幸福过，所以我内心很愧疚。所以这次她跟我借钱的时候，我想都没想，我把能给她的钱我全都给她了，就是作为一种补偿。我没有办法看着他们娘俩过这种日子。蓉蓉跟我说了，她说这笔钱呢，是她留给自己跟肚子里的孩子的。我什么都没想。他想住最好的产房，不能让他们娘俩就这么过。想找最好的医生，你一定把钱给我要回来，要回来才行。你说现在罗琦上哪儿还这钱？就算他有钱，他也还不上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，我怎么就混成现在这样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以前大家都说我是暖男，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喜欢我。就算是我后来离了婚，也很多阿姨也愿意把他们的女儿说嫁给我，因为我善良。但我怎么现在就被别人说成渣了呢？我哪里渣？哪儿渣？你告诉我。你给谁发微信呢？给你发呢。那为什么不发给我呀？你这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不，你真的，我真的给你发信息，你看。我看不见，你发给我吧。哎，我再斟酌一下哈。你生活当中是不是做每件事情都要像写法律意见书一样？那你觉得这样是好呢，还是坏呢？你知道上次吃饭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不欢而散吗？不知道。后来罗宾他教训我了，他说谈恋爱啊不是分对错。你还真是什么都跟罗宾说呀。来，你坐。欢迎下次光临，是不是你请客呀？那必须。那我们去唱歌。哎，您好。你好。你几位？2位，厉小姐定位的。好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姑娘，谢谢。哎，那你看看我这么给你发行不行？收拾了吗？好巧啊！是挺巧的。反正既然碰上了，我就打扰一下2位。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2位。我们不是你的代理律师，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，更何况现在是下班的时间。我跟你无冤无仇吧？就是你来挑唆我现在的妻子去告我的前妻是吗？就为了赚点钱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们是按这个诉讼的标的拿提成的，但就为了赚钱干这种事儿，你晚上睡得心安理得吗？我晚上睡得可香了，干缺德事儿的人是你。我干缺德事儿啊？我缺德？我还就告诉你，我从小什么都缺，我缺钱、缺爱，我缺机会，我甚至缺心眼儿，但是我就不缺德。他凭什么说我缺德？他凭什么说我缺德？姐，这是餐厅，不是餐厅，他说我不，就是缺德呀！干嘛呢他们？不知道，这是餐厅啊，大家吃饭的地方，大家都是来这儿啊享用美食的，对吧？你也一定约了朋友吧？你朋友呢？你约的谁啊？罗宾。罗宾，刚才我下班的时候看见他好像被什么事缠住了，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。你不用给丽娜打，就是丽娜帮我们约的。也约这儿吗？对，丽娜她有的时候脑子犯糊涂，也可能约的不是这儿啊。你是想让我走是吧？影响你们2个了？啊？不是你们2个在这干嘛呢？今天穿得这么帅，口袋巾都放上，这么正式。约会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，我们2口子吃个饭，不，那个我们俩在这儿吃口子饭，啊，就是吃口子饭。2口子吃口子饭。
你的何大老师有没有告诉过你啊？在你们律所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禁止办公室恋情。如果一旦发生了，有一方必须要离开律所，他有告诉过你这一条吗？律所是有这条规定啊，但是说的是禁止办公室恋情。我们俩现在只是交往阶段，并不是恋人关系。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发展成了恋人关系，我们有一方一定会离开律所。离开好，喂，季月，哎，我是丽娜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跟罗宾见面的地方换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。我现在把新的地址发给你。成，我过去。是约错了地方吗？是。但也别太操心了，反正接下来呢，你们两个应该好好的聊一聊。万一你们真心相爱，一旦进入了正式的恋爱关系，看看谁是那个离开律所的那个人，是你还是你？反正得有一个。不打扰了，慢慢享用啊。我觉得他这个人真是有自知之明，缺钱，缺心眼儿，最缺的就是德。哎，你说他一个快离2次婚的人，凭什么来教育我们未婚的人？先生您好，您的菜已上齐了。谢谢，请慢用。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我们律所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？因为这个办公室恋情，它会影响律所的整体公正。而且会导致工作关系的失衡，尤其是这种上下级关系，比如说像你我之间的这种啊，我呢是高级合伙人，你呢是一般的受薪律师，这样有的时候会造成公私不分明。那如果我们真的决定在一起了，还要偷偷摸摸的？那不行，我何塞做事情，从来都是光明磊落。那我们谁辞职呢？剪刀石头布？不，那个我们不开玩笑啊。那要不我们投硬币吧？你看哈，我呢是高级合伙人，我不能轻易的就辞职啊，我得对全景负责任，而且呢，我的那些重要的客户，我也要对他们负责任。我也有。不，你就是我妹妹蓉蓉嘛，到时候可以把她转给我。那我们说好了。说好了。我们就做同事。你看我们效率多高，才吃了1顿饭，就决定了要做一辈子的同事。不，为什么啊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人做同事更合适。何塞老师，谢谢你的晚餐，我先走了。兰兰，再见。兰兰，兰兰，兰兰。你知道罗琦为什么管我借钱吗？就因为这个王丽她中途变卦了，知道吗？那看这意思，现在是和好了，那钱就还给我呗。你小点声，这事儿我回头问问罗琦到底怎么回事。现在给他打电话。打电话问问他是怎么回事。用你的打，我打什么电话呀？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肯定骂我一通就挂了。再说了，连你都怀疑我，肯定知道蓉蓉告了。那么你说他是不是更得怀疑我？是我挑唆兰兰告的他？你有这动机吗？我没有。你有，你当然有了，怎么会没有？兰兰是兰红的妹妹，罗琦又跟兰红是有仇的，所以他说他在给他姐报仇呢。然后他姐是你前女友，你站在了你前女友的这一面啊，对，上次你还帮兰红去争家产，就把你亲姐就咔嚓就给牺牲了，所以就因为这事儿还导致了他跟王丽之间的这个误会和矛盾，你是再犯。你再胡说八道，
你的事儿我真不管了。你的事我真不。烦不烦？你说烦不烦？喂喂，啊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对，跟罗宾在一起呢。你和罗宾吃饭，为什么要骗我说见个朋友呢？我骗你什么了？这罗宾不是朋友吗？很好的朋友吗？哎呀，这回来路上在车上呢。好了，先不说了。我算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结婚？智者太睿智了，你瞅瞅这蓉蓉以前没结婚的时候对我什么样，宽容体贴。你再看看现在，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？小安要听话，今天啊，然后你听妈妈说啊，你到时候啊，老师问你什么，你要抢先回答，听到没有？啊，乖一点，不许粗心啊。好，去吧，加油啊！好。你找我律师谈去。我不是作为律师来找你。我是作为你弟弟来劝你。那你劝蓉蓉撤诉啊？这是两回事儿。蓉蓉告你是让你还钱，你告季玉是剥夺他对小安的探望权。我的意见是啊，这是大人跟大人之间的纠纷，绝对不能波及到孩子。小安是我的孩子，他们家太事儿，我不想让小安一天到晚跟他们家发生关系。但这对小安不公平。这对季玉也不公平。我还要去上班呢，我还要面对很多没有孩子的同事，一起跟他们竞争 KPI 呢。我还觉得对我不公平呢。我年纪大了，我需要照顾，我找谁说理去啊？我跟你讲，罗宾啊，咱们俩在一块儿以后少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，离他们远一点啊。你虽然是律师，但你不是我的律师啊，对不对？医不自治，律师也不应该老是打自己家的官司。我是你姐，你是我弟，以后咱俩在一块儿啊，就谈些高兴的事儿，像小时候一样多好啊！烦死了，一天到晚谈这些事儿。什么叫烦？我现在在跟你沟通，我不想听。你去跟我的律师沟通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别走啊？哎呀，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我上班来不及了，你不上班啊？赶紧的。你慢点开。忙去吧。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？谢谢，不要打搅我。我不会计较你对我的态度，鉴于你刚刚受过伤害。丽娜，我告诉你，你自以为你了解所有人，包括我，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我在很年幼的时候，我的人生就已经被规划好了。别人最多是被包办了婚姻，我是连我的人生都被包办了。谁包办你了？我父亲。他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让我明白，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我要么做律师，要么做法官，要么做检察官。总之，我只能干这个事儿，子承父业。别的事情，艺术、唱歌、跳舞，那都是其他孩子要做的事儿。所以我就在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由我父亲做主，他一手包办了我的一切。这不是也挺好的吗？至少你还有一个关心你的父亲。
不像我，25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。配偶包括恋爱关系、情侣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，3代之内，旁系血亲关系、近姻亲关系。同学要从小学同学算起。何老师，啊，前女友算不算？算。我要求你们用签字笔，用正楷的书写方式填这张表，填上自己的名字，时间要精确到分。下班之前交到我办公室。但是我今天下午要开庭。我说的下班时间是今天0时之前。这不算侵犯我们个人隐私吗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摁关门键的时候没看到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谢谢。你几层？我19层。哎，你也去19层啊？啊，19层是我们律所，你是去咨询的吗？算是吧。那你有没有找到律师啊？没有。那你要不就咨询我吧？啊，你好，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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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怎么着，在这儿聊啊，还是找个地方坐下？看你。我以前从来没发现你这么随和呀。我一向是先礼后兵。